于朦胧离世又流出了一段疑似是暗网的打码视频，与网民冒死在阳光上东小区实探案发地被确证的2件事是相互印证。当天晚上确实有哭天喊地的声音，但是24小时巡逻的小区保安却置若罔闻。而北京警方在电话中更是露了馅儿，很可能警方对于朦胧的遗体是做过尸检的，并且还指出于朦胧工作室的声明不合法，可以对他起诉。朋友传给我一段7秒钟的视频，图像是已经被马赛克了，只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朋友表示视频可能是暗网流出的，之所以将图像打码，估计是怕露出水印。我没有做声纹对比，因为我没有这个技术，但是我相信没有听错，这个里边的哭声大概率就是于朦胧的声音，撕心裂肺。所以全球许多民众啊，关注这件事儿，原因就在这儿。有一位网民写道，他是受害的我是幸存的他，但如果阳光不能照耀大地，我又能幸存几时？为了他，为了千千万万的我们，坚持发声呐喊，此局不破，执念不消，行动不止。其实大陆的民众在我看来还是很猛的，每天都有大量的信件是飞向中共高层的各部门，因为寄信也不需要留寄信人的具体地址，也不需要真实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所以有许多人都在给北京的相关部门寄信，要求对于朦胧案立案调查。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乐观。虽然我们努力的在做，但这件事儿很可能不会有真相。给大家看几个令人气愤的东西，都是最新的。首先就是芒果超媒再次公开挑衅，声称现在账号都是连着手机号，手机都是实名，只要想抓一抓一个准，那些活跃分子你们自己掂量。中共国早就是手机实名制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芒果超媒把手机实名的这个问题拎出来，其实就是在对关注于朦胧事件的人们公开的进行威胁恐吓。芒果超媒如此的嚣张，暗示想抓人就抓人，就是因为涉案人的背后有强硬的背景，中共警方也在给他们撑腰。10月29号，北京朝阳分局就某位网民申请于朦胧案件结论信息公开，做出了书面回应，声称朝阳警方9月21号已经公布了警情通报，请网民自行查阅。于朦胧出事是在9月11号，也有分析指是9月10号，但朝阳警方拖到了9月21号才发出第一份警情通报。事实那也是一份净网通告，只是在最后的部分寥寥数语，声称排除刑事案件嫌疑，家属无异议。其中还特别提到于某某母亲也通过于某某工作室微博账号发布了声明。但是呢，有一位勇敢的民众电话直接打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个警察接听了电话，这个警察似乎是忘记了朝阳警方在那份净网通告中怎么说的，于是露出了重大的马脚。这段录音呢，在发布时间不长之后就被抬了，也就是被删除了。说明什么呢？内容敏感，因为这个警察在里边真的露出了严重的马脚。这段录音时长是有7分钟，但是其中有不少是重复的啰嗦的地方，所以呢，为了节省时间，我节选出其中只是警察谈到的那些重点部分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做一点分析。为了保护那位勇敢的民众，我要隐去他讲话的声音。醉酒和坠楼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说的是直接的关联，不是关联，是直接关联。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你可以自行百度一下。喝酒的人和坠楼有没有直接关联？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有区别，你自行百度一下。警察这里强调的是，醉酒和坠楼有直接关联，不是
间接关联。也就是说，警方还是强调于梦龙是醉酒坠楼，这跟朝阳警方那份今网通告说法是一致的。对于尸检报告和现场的监控，这个警察说不会向社会公布，已经向家属交代清楚了。我们都对家属已经全盘都跟家属都交代清楚，因为这是死者和家属的隐私，我们不能公开。网上的舆论声是很大，我们知道这个舆论很多都是假的，发布了很多虚假的内容，什么受贿啊，什么这个里头有内幕的交易啊，不是 AI 出来，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是用人脑想出来的。警察说尸检报告和现场监控是死者和家属的隐私，这就是冠冕堂皇的撒谎，欲盖弥彰。但是会说不如会听啊。联系朝阳警方的那份通报，显然这个警察在这儿说露馅了。通报说是排除刑事案件嫌疑，也就是说死因明确，没有验尸的必要。那进一步说，没有验尸也就不存在尸检报告。可是警察说验尸报告是隐私，也就是说是做过了尸检报告的。那么做过尸检就表明于朦胧离世是不正常的，至少是有疑点的，有他杀的嫌疑。这也正是全球几百亿关注度的原因。那如此之大的质疑声浪下，小警察还用隐私来搪塞，是不是有点太 low 了？警方如果想平息舆论海啸，用不着删帖封号威胁网民，只要公布尸检报告，人们认为尸检报告合理没有问题，谣言自然会止息，也只有真相才能止息谣言。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警方就不做呢？早前网络上流传着据称是于梦龙的一份尸检报告，其中描述的异常惨烈。警方不公布尸检报告，是不是意味着那个报告是真实的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是不是不敢公布尸检报告，因为其中有中共高官的后代呢？是不是怕尸检报告激起更大的舆论海啸，甚至要危及中共政权呢？那如此说来，网络上流传的那些大量的视频、音频、图片等等，包括被删掉的很多文字帖子，是不是都是真相呢？或者说跟真相非常接近呢？是不是警方在压制封锁真相呢？大家接着往下听，这个警察接着就是胡说八道了。家属出来不出来是家属的意愿，不是公安局要求的，公安局也不强迫任何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是家属的权利。第二，公众人物是于朦胧本人，人已经死亡了，家属不是公众人物，他没有必要出来。不是公众人物，不是公众人物就没有必要出来吗？这是什么逻辑啊？如果是这个警察遭遇了不测的话，我们只是说假设呀。假设这个警察遭遇了不测，而事件背后有疑点重重，那么他的家属会怎么做呢？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公众人物，也都不出来呢？至于这个警察说家属出不出来是自己的意愿，这又有点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啊！如果家属真的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恐怕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在工作室以于梦龙的妈妈名义发出声明之后，有一位网民9月19号就私信于朦胧的表哥，网名叫嘟嘟的小胖肉，询问家属是不是默认了那个发布的内容。那个网民说，如果想继续声讨，我们都会死磕到底，如果默认了，我们的努力又算什么呢？于表哥随即就回应表示，工作室发文前和发文后都没有跟于梦龙父亲一方的亲属进行沟通，他的妈妈也没有提到这个公告的消息。工作室不跟于梦龙父亲一方亲属沟通，我们还可以理解，毕竟他联系是用一个直系亲属作为挡箭牌，作为幌子。但是于朦胧妈妈也没有对于爸爸一方的家属提及，这个就明显不对劲了。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当局者迷，一个人在突遇变故的时候，常常
会不知所措，六神无主，所以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都是会跟大家进行商量。工作室发那个声明那么的狰狞，于爸爸一方亲属竟然不知情，而于妈妈又没跟于爸爸一方家属沟通，这种异常情况明显就意味着于妈妈已经可能失去了自由了，已经被控制了，没有通讯自由。那么说到这个于朦胧工作室，这个警察明显就是忘记了前边朝阳警方的警情通报内容，说了一番相反的话。怎么说的呢？对工作室发布公告有异议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侵犯了家属的权益或者是什么人的权益，也可以到申请这个被侵害人到法院去诉讼。北京朝阳警方9月21号的通告中说得非常明确，于某某母亲也通过于某某工作室微博账号发布了声明。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朝阳警方是认定于朦胧工作室发布的声明有法律效力，再给他站台。而这个工作室早在于朦胧被虐杀前的2个月已经注销了，注销的工作室发这样的声明，明显朝阳警方不但没有去追究他的相关法律责任，反而在正式的通报中在为这个违法的工作室站台，沆瀣一气啊！当时呢，我就在节目中已经进行过质疑了，就表明朝阳警方和操控于朦胧工作室微博账号的那些人，他们是蛇鼠一窝。但是这个警察在电话中的说法，显然又认为工作室发布的公告是不合法的，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呢是侵犯到了于朦胧家属的权益，所以他提到被侵权的人可以去法院起诉。北京警方现在可以说是否定了之前通告里边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他说话说漏了嘴。那么这个自相矛盾的背后，是不是说明他们是知道真相的了，只是因为恶人们背后的势力太大，所以才不顾一切的为恶人们站台呢？我突然想到了红后代林北川啊，他写了一幅书法作品《春池烟韵》，我觉得这幅书法作品呢，可以送给北京警方，让他们拿回家去装裱起来。有一位大陆网民在于朦胧出事20天后，10月4号啊，曾经冒险实地探访了案发地阳光上东小区，网民称呢，这个小区叫月下归西，18号楼就在小区靠北的河边。从叙述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推测，这可能是一位勇敢的女士。他们在实探当中确证了2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小区北门有2个入口，一个是刷卡进入的闸机，另一个是年轻保安站岗的访客入口。在距离访客入口大约有10米远的地方看了一会儿，然后趁着前面有人刷卡开门的这个间隙，就一起走了进去。保安没有拦，只是问是不是要进去。网民没有回应，反问请问这个小区是24小时巡逻吗？保安回答是。网民接着问，那为什么哭天喊地的声音没有人听见呢？保安反问他说，是粉丝吧？从保安的这个反应，网民推断他们是知道911的，也就是说保安是知道于朦胧被虐杀这件事儿的，而且前面有可能有于朦胧的粉丝是去过了这个小区。网民表示自己不是粉丝，事发前都不认识于朦胧，仅仅是来看看。随即网民平静地表达了质疑和愤怒，小区24小时巡逻，为什么不管于朦胧被虐杀的事儿呢？小区邻居听见为什么不报警呢？保安表示不知道，然后就打电话提醒要换班了，并且说呢，来了2个粉丝，他怕自己对付不了。网民很纳闷啊，用官方的说法，不就是酒后坠楼吗？有啥对付不了的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交班的保安来了，他们就在入口值班室开始交流关于粉丝来访的问题。这时候呢，有人刷开访客入口的门进去了，
门一直没合上，就趁这个功夫，网民也直接进了小区里面。保安没有阻拦，只是用对讲机喊话说有2个人进去了。到了18号楼门厅前，先拍了照，拍完照立刻就过来一个疑似在附近的年龄稍长的保安，他的肩上挂着红白蓝闪光的灯，他说这里不让停留，不让拍照。网民实地查看，没有看到有警戒线，地上的血迹呢也已经清理了。早前涉事房子的那个纱窗已经看不出撕开了，可能是已经修好了。纱窗的位置下方是2-3米宽的绿化带，种着1米多高类似小叶黄杨的灌木，如果有人掉下来的话，会有很大的缓冲。网民对年长保安问了同样的话，确认这个小区是24小时巡逻，其他的呢，他说也不知道，也不能说，也不需要解释。网民问，您没有父母吗？您没有子女吗？没有正义和良知吗？他回答自己只是打工的，拿工资。看到网民不离开啊，表示要叫警察过来。很快就来了一个高大壮实的保安，一味的让网民尽快离开。那个年长的保安表示说，这是高档小区，外人不让停留，看也看了，就快走吧。网民没动。这个保安呢又打电话说是叫警察，不过呢过来的还是一名普通人员，是物业的人员。这个物业人员的态度还算不错，说既然已经看了就走吧，下次需要来看再联系了进来。往外走的路上，物业人员表示于朦胧更出名了，比如之前有10个人知道，现在有100个人知道。网民则回应说，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了。网民在最后表示，这次的实地探访明确了2个事儿。小区是24小时巡逻的，保安和物业都没有否认小区那晚哭天喊地的声音。我们把这位网民确证到的这2点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于朦胧被虐杀的时候，确实有哭天喊地的声音，动静是非常大。24小时巡逻的保安一定是听得见的，小区的邻居们也一定是听得见的，但是保安没有管，邻居们没有报警。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人提前通知了小区保安，无论当天发生什么都要装作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人提前对小区的邻居们发出了死亡威胁，无论听到什么动静，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许报警，不许声张，否则就会被灭口呢？哥哥，掌声有请。哦，于朦胧长得很精致的，我想。这衣服很帅嘛。这次选择的个人秀的歌曲是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感受到快乐吧。
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心在跳。辛苦了，辛苦了，林姐，太乖了，朦胧太可爱了，他俩站一块都乖。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朦胧的助理女神孙怡。Hello， 其实我跟朦胧是在拍《量身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时候认识的。是的。他平时真的就是那种翩翩公子、白马王子的形象，对吧？对，然后他今天，我觉得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是对他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经非常努力了。虽然刚刚那几个动作有那么一丁点生硬，但是我觉得你的努力还是值得称赞的，你超级棒。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思给你拉票，真的好吗？好，来，我们女神有什么想法？哦，夜宵。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嘛，现在已经特别晚了，然后大家也都在下面喊了很久了，很辛苦了，然后送给大家一点小零食、小水果，好吗？谢谢，真贴心啊！谢谢。这招也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谁摁了灯？小丁，丁泽仁。我来到节目第一眼看到朦胧哥，就觉得朦胧哥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之前想着有机会能和哥一起合作一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我接受弟弟的挑战，弟弟是特别努力、特别上进，而且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弟弟。接下来有请丁泽仁挑战于朦胧。七点完事儿，行，我等会儿，再等会儿吧。于朦胧对战丁泽仁。辛苦了，辛苦了。你别说，小弟还蛮有腔调的啊。之前大家没有看过我唱歌，我也想去证明自己。我想把留在聚光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舞台都做好。
很加分哎。感觉你俩是一个组合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泽仁的助力妹妹陈欣薇。可能在这个节目你是年纪最小的，但是我也看到就是你在哥哥们身上学习到的经验，然后也成长了很多。对，所以丁泽仁，你给我冲啊！哇！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于朦胧跟丁泽仁站到同一个舞台上，接受大家的选择，有请。哇，你好像啊，哥。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1号于朦胧，2号丁泽仁。投票倒计时开始，10。紧张吗？9，有一点，8，7，6。我觉得一半一半了。4，3，2，1。投票通道关闭。接下来要投票的是我们在第2现场的14位助力女神团。我们把现场交给休息的主持人汪聪。我首先代表邢飞来亮一下他的选择。邢飞的这一票投给的是于朦胧。谢谢小新。谢谢。丁泽仁。好。谢谢。谢谢。于朦胧。谢谢月月，谢谢。于朦胧。谢谢张敏。于朦胧。谢谢甜甜。丁泽仁。谢谢姐。好。小丁。丁泽仁。谢谢姐。特别棒，小丁丁。谢谢姐。朦胧。谢谢梦姐，谢谢。我还是想把这一票投给小丁。谢谢姐，谢谢。青子。不好意思，小丁，最后我还是给了于朦胧。谢谢姐，谢谢。朦胧。谢谢乔姐。谢谢。谢谢娟怡。谢谢姐。加油！现在是70对60，来，嘉玲姐。责任。谢谢嘉玲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300位观众的投票分数，总和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平局的局面？请揭晓。一直是平，双方都在上升。164依然是没有变化。对，继续平局。好，恭喜于朦胧。节目录制以来收获了友谊，还有就是挑战了自己，去唱跳。谢谢老师们和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打开了自己。我其实才刚出道没多久，是很新的一个新人，然后能在我的21岁短短出道3年的这个时间里遇到20位这么优秀的哥哥，我的所有哥哥们。这只是我们的开始，好不好？我们未来道路都一直走下去，对不对？对。再次掌声送给丁泽仁，继续加油，加油，继续追光。丁泽仁。恭喜于朦胧获得第6个追光之星席位。有请最后一位哥哥付辛博。我得到最后一场，曾经那个追梦少年又回来了，一腔热血勇往直前。哦，这儿太正了。
于是从此变成一个人。有好多事我还需要完成，现在我终于跟着直觉走，有过了爱就不怕冷，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小说般的镜头像前滚，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我要的自由在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一家人也很陌生，向前走吧，别怕一个人，风太狠，人像风筝，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不是后退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谢谢你光临我的梦。放我的心狂奔，张开眼，天地很宽，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对不起，梦很小声，听仔细了，未来没有分身。不回你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就算剩下了我一个，我也快乐地问。明天好吗？就这样吧，我一个人往前走。一个人。哥哥，你今天真的是帅翻我了！不好意思，我作为一个迷妹，跟你们一样，我也是看着哥哥从东方卫视的舞台上走出来，然后我真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爸在电视机面前出来了。对，你看你下面粉丝的尖叫声那么大，让他们听到。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挑战付辛博的只有最后一位了，对吗？肖顺尧，来有请肖顺尧。付辛博对战肖顺尧。上。我什么都不说，我当作没看见，我就什么都不做，有一点像杯咖啡，没有点水，我的背影，不知道要怎么追，是我没有交给你，我只找不同伴，这一场的考试，你会让我痛看，天在改变，也没有改变，我也不会改变，没有需要改变，别担心。明天的早上，别害怕，你们的孤单，别走神，一生困难，你不用负担，我帮你买单。爱情也只有一点，不知道你看对眼有什么。
just broke up 2 days ago. Life like a young box, turning pro. You tell me be strong, I know, life goes on. Let the rain wash the pain,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Be careful, just put it away. Cause nobody loses control. Yeah. 别担心，明天的早餐，别害怕，叫我来陪伴。别想别负担，帮你买单。我爱情，爱情一个决定。有什么你不用负担，你只要离开，我就帮你买单。谢谢你们。我觉得这也是故意安排的，也有可能是肖顺尧自己故意安排的。他把我们整季《追光吧哥哥》最性感的表演留到了最后，是吧？没有，是这样。我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哎呀，我太幸运了。我唱过 rap， 我也唱了摇滚，我也跳了现代舞，我还参加了那么多团秀。我觉得在最后一个舞台，我希望做一些我可能以后不会涉及的。我想问你们有被瑶瑶给撩到吗？我想替瑶瑶说2句啊，因为她其实，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有一些严肃，但是其实她在生活当中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可爱，然后还会害羞，然后就是呆萌的，就是各种爱，是不是？是我们的宝藏男孩吗？投票，谢谢。投票，投起来！那接下来有请。